死而复生的我不知道，在我消失的这10年里，我已成了众多大佬心底的那一抹白月光。于是当女主发现他是我的替身，耍小性子玩失踪时，正在满大街找女主的霸总突然看见出现在路边的我，他的心跳不由得漏了一拍。我明明已经去世10年了，怎么会出现在路边？他下意识的想留住我，于是当即朝我单膝跪地，并伸出手问道：有没有受伤？我晕乎乎的说自己没事，然后下意识低头看手机，却发现自己的手机竟然不见了。我有点慌，总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劲。能借用一下您的手机吗？我要给我哥哥打个电话。手机打开，率先映入眼帘的是屏幕中央醒目的日期。等等，怎么是10年后？我不太确定，望着眼前的男人试图求证。我能问一下，现在是哪一年吗？随着我开口，周晋南耐心回答：今天是2026年4月15号。说着，他垂眸逆向腕表，又贴心的补充：晚上7点10分。闻言，我抖着手拨出哥哥的号码，听着那边不断重复的空号提示，我确定了，我真的穿到10年后了。我不知道现在剧情进行到哪里了，哥哥会不会已经出事了？沉默良久，我想到小说里的情节，立马打开网页搜索竹马。我搜了许久，最后终于在官网主页上找到了想要找的人。屏幕上，少年褪去了往日的青涩，西装革履。很快，我瞄到下方一则新闻：沈氏继承人今日于京氏酒店举行订婚宴。这时旁边一道声音强势插入：沈纵。我疑惑地问：你认识他？周晋南笑了笑，不小心看到了，算是认识。我说了句没关系，我有事找沈纵，能麻烦你再送我到？我忘记了是哪个酒店，想要低头再确认一遍。周晋南却先一步报上地址，他对上我惊讶的眼神，解释道：我也是订婚宴的宾客之一。车上，周晋南好奇地打量着我，还没问过你是沈纵的妹妹吗？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和沈纵的关系。想了想，我只好说我们的关系复杂，简单来说呢，就是平时沈纵会叫我一声义父。快到目的地时，我才想起来没有自我介绍，我叫江于之，还没问过您怎么称呼，等我联系到家人，一定登门道谢。周晋南这个名字我突然觉得有点耳熟，等等，他怎么和传说中那个手段阴狠的大反派一个名字啊？半个小时后，我脸色苍白地出现在宴会厅门口，正走神呢，一旁的身影微微俯身靠近我，语气关心道：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是晕车了吗？我吓得咯噔一下，连忙摇头，我没事，我就是饿了。说得我苦兮兮地摸了忙肚子。那我们先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你想吃的。我转身就想跑，可是前面的服务员拦下要进场的一个女人。你好小姐，请出示一下邀请函。我邀请函忘记带了，侍者一副了然的模样。你已经是今天第23个用这个借口的人了，我真的是忘记了。那您报一下名字，我看看名单上有没有您。服务员做了个请的手势，我就知道你也是来偷拍的记者，这边出去，不然我要请安保了。我顿时想到，邀请函我也没有，要是不靠周晋南进去，我估计是没有机会见到沈纵了。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只好认命地跟上周晋南。进到大厅里之后，我准备跑路。那个周先生，你忙你的，我先去那边找点东西吃哈。周晋南垂眸与我对视，我紧张地吞了吞口水，总感觉这个大反派好像看出来了什么。稍等，我呼吸一滞，怎么了吗？周晋南从秘书手中接过手机递给我，新的，存了我的号码，你带在身上。我刚想拒绝，就听到他说这里人比较多，拿着手机有事方便联系，等后续你找到家人再还给我就可以。我想到我现在确实需要一个手机，谢谢，你把卡号发给我，晚点我叫我哥把钱打给你。我突然觉得这个反派似乎也没有特别坏。周晋南应了，好，我抬手指了指旁边，语气试探道：那我走了。男人笑着颔首，江小姐再见。等我消失在转角，周晋南收回目光，连同脸上的笑也消失不见。东西装好了吗？秘书点头，拿出手机给他看实时定位，距离仪式正式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沈纵并没有现身，我拿了2块小饼干垫肚子，一路吃一路打拼，终于找到了沈纵的休息室。不过通往休息室的楼梯有人把控，我一靠近就被保镖拦住了。我向保镖解释，对方不相信我是沈纵的朋友。我眨巴眼，试图用真诚打动对方。从小到大，我经常用这招来对付江景致，屡试不爽。果不其然，保镖也败下阵来，正要上去传话，转头正好看到沈纵的秘书下来。嘿，小李秘书，这边有个女孩说是沈总的朋友，有急事找沈总。小李打量着眼前的女生，皱眉道：叫什么名字？我淡淡道：江于之。小李在大脑中搜罗了一圈，完全没有任何印象。你能带我去见沈纵吗？我真的有急事，抱歉江小姐，我需要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小李也怕真的怠慢了我，不敢耽搁，直接给袁特助去了一通电话。他刚工作没多久，但是袁特助就不一样了，对方之前是老爷子的助理，沈总接手公司后，自然而然就跟了沈总。袁特助听到那3个字后，震惊地问：对方叫什么？这位小姐姓江，叫……不等小李说完，袁特助就打断：沈总没有江姓朋友，我之前没告诉你吗？他对江这个字过敏。小李转头对我说：抱歉，沈总说不认识你。我瞪大了眼睛，想都没想冲着电话就骂：沈总，你做人不要太忘本，是谁小学天天帮你写作业，初中帮你跑腿，高中篮球比赛帮你送水，是你依附我。与此同时，休息室内，袁特助拿着挂断的电话，一脸懵逼，听声音真的很像是记忆中的那位江小姐，但是不可能，那位江小姐10年前就死了。想到了什么，他看向阳台方向，阳台上的男人倚靠在围栏边，偏头把玩着一只泛旧的打火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仪式快开始了，刚刚的小插曲，他不打算告诉沈纵。刚刚他和小李说，沈纵对江这个字过敏，不是假的。这几年，别说听到我的名字了，沈纵平时听到一个江字都会应激，直接无差别发疯。那位都死了10年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没有再提起的必要了。他上前提醒沈总，到时间了。沈纵轻轻碾灭了手里的烟，轻轻了一声。另一边的我蹲在餐车后面，一边吃饼干一边思考怎么联系哥哥。我记性不好，除了自己的扣号，能记住的长号码就剩下哥哥的电话。扣号，我连忙下载了个扣，经过层层验证艰难登录。我翻了翻通讯录，
找到了一个眼熟的灰色头像，我发过去了一个在吗？不远处的沈纵从楼梯上下来，他走在最前方，身旁的袁特助还在同他细说着待会儿的流程。他心不在焉的，因为本来就是走个过场，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突然他口袋里的手机震了震，响起一道熟悉又陌生的提示音。袁特助奇怪地看过去，什么声音？前方的沈纵身形一顿，他颤抖着掏出手机，通知栏上方赫然显示着最新消息，来自于芝芝宝贝。另一边，我叼着饼干飞快打字：沈纵，我是你义父大人江一之，我刚刚去找你了，你秘书说你不认识我，装什么大尾巴狼？看到消息回话，不要装死。沈纵只觉得自己在做梦，直到掌心震动，对面再次发来一条消息，这次的内容更具有冲击性，因为是一张新鲜出炉的自拍照。沈纵双目猩红，眼睛几乎要把屏幕冰穿。我看照片发过去依旧没动静，于是打字：是本人，没死，没被盗号。袁特助觉得沈纵的状态有些不对劲，刚准备上前扶住他，就见对方突然转过身，一双桃花眼悄无声息地红了眼眶。刚刚有人找过我，回话的是不明状况的小李，是有个女孩来过。沈纵艰难翻转手腕，给他看那张照片，是她吗？对对对，就是这个女孩，她说是您的朋友。但是袁特助自然而然地接过话，那个女孩说自己姓江，我想着估计又是沈二找来冒充那位的，所以就赶走了。袁特助于心不忍，但还是提醒了一句，那位已经走了很久了，今天这个日子很重要，沈纵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疯。哎，这么多年了，沈二用同样的招数骗过您多少次了，您可千万不要再为了那些冒牌货耽搁了正事。不是冒牌货。沈纵丢下这句话，转身匆匆下了楼梯。袁特助3步并作2步跟上前面的男人。沈总，你要去哪儿？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您现在离开，老爷子会动怒的。沈纵完全屏蔽掉了身后的声音，边走边打字，对话框里的内容删删减减，最后他急促地喘了2口气，直接按下了下方的视频通话。我左等右等也等不来一句回复，听到有人说仪式马上开始了，我连忙收起手机，和其他宾客一起期待地看向门口。一时半会儿也是联系不到沈纵了，只能等仪式结束再找机会了。人家大喜的日子我也不想捣乱，我只是觉得我们2人也能称得上是青梅竹马，所以沈纵大概率是知道江景志的下落的。就算不知道，看在过往的一点点情分上，沈纵大概也不会让我流落街头的吧。不借钱的话，帮我先把身份证解决了也行啊，到时候我可以自己想办法去港城找哥哥。一旁的宾客在八卦，听说了吗？这次沈家太子爷和景家大小姐是商业联姻，2人貌似在今天之前都没有见过面。有人说起初太子爷是不同意联姻的，为什么？难不成是在外面养了情人？什么情人面子这么大啊，敢让太子爷抗拒联姻？别胡说，人家太子爷心里装着人呢。我竖起耳朵光明正大的偷听，听到这里我忍不住问，什么人？前面闲聊的人回头看了我一眼，嗤笑道，还能是什么人啊？当然是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啊。听说太子爷都为了那女人守了快10年的贞操了，我震惊了，真的假的？这还能有假？听说早几年那位白月光刚走的时候，太子爷天天以泪洗面，长期酗酒喝到胃出血，差点没救回来呢。啪嗒，剩下的半块小饼干掉在了地上。我这一次的惊讶反应不是装出来的，那白月光怎么不要他了？难不成和小说里写的一样，他快破产了，所以白月光就出国了？那这10年过去了，沈纵都接手公司了，按照剧情，白月光不是该回来求他复合了吗？哎呀，谁跟你说白月光出国了的？你不是说他走了吗？我疑惑问，不是出国还能是出家吗？倒瓜的人一言难尽地看着我，我说的走不是那个走，是另一种走，就是死了。我不明所以的啊了一声，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没听说过吗？死了的白月光才能叫白月光啊！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只是觉得好像哪里有些奇怪。不等我细想，宴会厅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厚重的拱形门被人撞开，一抹身影狼狈至极，跌跌撞撞地出现在众人视野中。我定睛一看，是沈纵，似是意有所感，某人猛地扭头朝我所在的角落看过来，四目相视的那一瞬，我直接愣在原地。袁特助也不知道沈纵为什么突然抽风，但是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的啊，沈总，大家都在看。他小声劝着沈纵，后者置若罔闻，灵魂似乎已经不知道飘到了哪里，只剩下一具躯壳狼狈地站在这里。人群瞬间躁动起来，隔着窸窸窣窣的声音，沈纵喉结上下滑动，艰难开口道，你为什么现在才来？细听他的声音还有一丝委屈。袁特助倒吸了一口气，知道他这是发病了，示意身后的保镖把人带出去。几乎是同一时间，宴会厅里不知道哪个角落里突然传来很轻的一声啊，我完全是下意识的疑惑，反应过来，我连忙捂住嘴巴，气氛实在是太奇怪了。今天是他的订婚宴，又不是我打复活赛，我不太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和沈纵相认，难免会喧宾夺主。大家认出我的话，估计接下来大家应该无心在意沈纵的订婚宴了，毕竟在场的谁见过死人诈尸呢？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劲爆的呢？这样想着，我掏出手机准备给他发消息时，才发现他刚刚打来的未接电话，手指停顿了2秒。我快速打字，你先忙，结束了给我发消息哈。消息发送成功。我转身又从桌上拿了2块小蛋糕，弯下身子从后面溜出去。我跑得很快，自然没有听到身后桌子被掀翻的声音以及宾客的尖叫声。后门是工作人员的专属通道，这个时候并没有人经过。我叼着一枚小蛋糕，空出一只手查看消息。消息发出去2分钟了，沈纵并没有回复。我想到这会儿仪式应该已经开始了，他大概在忙，于是我默默退出对话框，打算找个凉快的地方坐下，边吃边等。可正当我脚下调转了一个方向，还没迈出去，手腕突然一紧，我惊恐地转过头，在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后，猛然吐出一口气。我用力捶了一下对方的手，你有病啊！吓我一跳。沈纵那双猩红的眼眸直勾勾盯着我，他沉默着，细细地感受着掌心下跳动有力的脉搏。我还没站稳，就落入一个滚烫的怀抱。我轻轻嗅了嗅，脑子一抽地问，沈纵，你换香水了啊？沈纵本来是不用香水的，直到17岁生日那天，我送了一瓶给他，
从那之后，他经常会用从背后抱住我的男人身形一僵。没有，他撒谎了，那瓶香水早就停产了。所以后来他再也没舍得用过我送的那瓶。我也没多想，戳了戳他的胳膊，抱一下就行了。赶紧松开我！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他怀里钻出来，与他拉开一丝距离。我抬头望着他，目光触及到他眼角的晶莹，到嘴边的脏话硬生生止住。你哭了。我怀疑自己诈尸这件事是不是吓到了沈纵？你别哭啊，你不要害怕，我是活的，我没死透。不对，我没死。我是从10年前穿越过来的，听起来是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这就是事实。哎呀，具体的晚点再聊吧，反正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你忙你的就行，我在这儿等你。我十分善解人意，知道眼下最重要的是沈纵的订婚宴。我去那边，我指了指楼梯间，话音未落就被打断，男人一把抓住我的手，牵着我往外走。别走，跟我回去。我被迫跟上他。回去哪儿啊？哎，你订婚宴不是开始了吗？现在走的话不太好吧？取消了。什么？沈纵以为我没听清，于是重复道：订婚宴取消了。上车。我感觉他这个架势很像是要把我送去精神病院。我还想说什么，回头看到沈纵苍白的脸色，只能作罢。车子启动的那一瞬间，好像有谁追了上来。我扒在车窗上仔细看了看，好像是袁特助。你这样离开真的没事吗？沈纵握住方向盘的手在微微发抖，手背上青筋暴起，像是在克制着什么。沈纵，你是不是生病了？沈纵用力握住方向盘，目视前方，努力让自己的声线平稳下来。没事。我仔细打量着他，确定他的手抖得没有那么厉害之后，才提起正事。我刚刚回家看过了，那边好像好久没有人住了，所以我只能来找你了。听到这句话，沈纵喉结滚了滚。很快，我的下一句话像是一盆冷水多头浇下来。当然，我本来也不想打扰你的，但是我醒过来之后联系不到我哥哥了。说着，我往他身边凑了凑，一脸期待地问：我找你就想问你有我哥的新号码吗？他现在是不是在港城啊？他这些年还好吗？你们最近有联系吗？男人呼吸一沉，我不理解，沈纵怎么一瞬间又变成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了？我们没有联系。我皱眉道：那你能跟我说说10年前我出车祸之后发生的事吗？沈纵像是陷入了回忆，许久才言简意赅地说出一句：我打不通你电话，从餐厅出来找你，就发现你出事了。沈纵省略了许多关键信息，比如那一晚他从餐厅出来的第一眼就看到了我在过马路，我拿着手机不知道在给谁发消息，没有注意到有辆车突然闯过红灯，但他注意到了，所以他是那场车祸为数不多的目击者之一。我问：那我哥呢？之前运动会我摔破了膝盖，他都心疼死了，那会一定很难过吧？沈纵突然冷笑了一声，我奇怪地看过去，就见他薄唇上下一碰，冷声道：也许吧，听说他是港城景家的少爷，你出事后他没有给你举行葬礼，没几天他就去了港城，没再回来过。听起来好像是我哥不要我了，但是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反倒是庆幸自己没有给江景志留下什么心理阴影。见我突然的沉默，沈纵余光落在我的脸上，他有些后悔说的那些话。我很在意江景志，他一直都知道的。你要找他？我点头。我现在没有地方去，总不能一直当个死人吧，毕竟江景志是我唯一的家人了。后面的路上，沈纵没有再说什么，他把我带到了自己的住处。你先在这里住下，我想办法帮你联系江景志。我嘿嘿一笑，那多不好意思啊。虽然我嘴上这么说着，但身体却很诚实地开始巡视领地。我也没和他客气。沈纵，我能住有落地窗的那间吗？我睡之前喜欢看夜景。选好房间之后，我饿了。沈纵想点外卖，发现手机不在，我去车里拿手机。你在家里等我。顿了顿，他补充道：不要出去，我很快回来。他看起来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我低头玩着消消乐，催促道：快去快去，我要饿死了。10分钟后，我听到门锁的声音，于是下意识朝门口看过去。沈纵，没人回应。我迟疑着起身走过去，玄关的灯没有开，我用手机照了照，还没看清什么，后颈突然一痛，下一秒人就晕了过去。京市机场的贵宾休息室内，周晋南垂眸看了一眼手机上10分钟前就已经停滞的黑点，定位显示在城东的一处别墅区。秘书发来资料说沈纵的确在那里有一处房产，他当然不关心沈纵的死活，他在意的是跟沈纵一起私奔的我。想到什么，周晋南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条丝巾发带，是前不久我落在他车上的，发带上沾了些灰尘，凑近还能闻到一股独属于我的香味。他确实有很多疑惑，比如为什么我没死，为什么我还是10年前那副被江景志保护得很好不谙世事的模样。这时旁边的秘书轻声提醒：周生，该登机了。周晋南起身问道：沈家那边怎么样了？秘书一五一十的汇报：听说沈家老爷子气得不轻，已经派人去找沈总了。景小姐也发了脾气，砸了化妆间，一定要沈家给个交代，估计今晚沈家不会太平。周晋南闻言轻笑一声，随口又问：让你查的另一件事怎么样了？秘书颔首：据了解，这位江小姐和沈总是青梅竹马，两人从幼稚园到高中都是同校同班，听说早年间沈老爷子还曾放话要给两人定娃娃亲，不过这件事江家那边没有同意，后来随着江家父母去世，江家没落，这件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他们关系很好，奇怪就奇怪在这里，有人说他们两人一直都是形影不离，也有人说他们关系很差，并不亲近。不过我还联系到了他们的高中主任，对方说沈总和江小姐当年被抓到过一次早恋，还是全校通报批评的那种。秘书说完，小心翼翼的抬眸观察了一下周晋南的表情，他跟在周晋南身边有点年头了，尽管对方向来喜怒不形于色，但他还是能通过一些微表情来判断对方此时此刻的心情。只是他实在拿不准这个江小姐在周晋南心中的地位，在意自然是在意的，至于是否称得上是挚爱，目前不太好说。周晋南细细品了品这对青梅竹马的关系，他出事第一反应是找江景志，找不到江景志，下意识就去找沈纵。早恋这件事似乎也不是捕风捉影，秘书连忙找补了一句：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是真是假也不是很重要了。周晋南垂眸深深看了秘书一眼：你说的对，不重要了，就算之前在一起过又如何，哪怕现在还在一起，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抢过来不就好了。登机前，
周晋南打开手机又看了一眼对方的实时定位，我找到沈宗后就把他忘到脑袋后面去了。他按照要求发了卡号过去，也没有得到回复。看这个时间，我一动不动的，大概还在和旧情人叙旧。10年不见，应该有很多想说的话想做的是吧？倏然，周晋南停下脚步，跟在身后的助理团队也连忙停下。为首的秘书上前一步询问发生了什么。只见周晋南眉心紧蹙，几秒后突然转身叫司机回来。手机上那个许久没动过的黑点此时此刻正在快速移动。十字路口，2辆轿车快速驶过，后面的车上开车的手下已经出了一身冷汗。他偏头看了一眼副驾，低声询问陆少，对方不肯停车，看这样子要出市区了，还要跟吗？闻言，一旁的男人慢慢收回搭在车窗上的手，然后拿下唇边染了一半的香烟。猩红下那双漂亮的狐狸眼懒散的半眯着，像是这场闹剧里坐在台下的观众。须臾，寂静的车厢内响起一道疯狂的声音，不停，那就撞上去吧！砰的一声巨响，车身剧烈摇晃。2分钟后，男人一袭墨色西装，单手抄兜，不紧不慢从副驾下来，烟灰扑簌簌落了一地。他抬手将烟头在前车的车窗上重重碾过，隔着漆黑的车窗，男人不知道在寻找着什么。好一会儿，他俯身拉开车门，映入眼帘的是后座上睡得正香的我。男人的一声感慨化在晚风中，啊，怎么能长得这么像呢？我意识朦胧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有人在摸我的脸，那只手冰冰凉凉的，抚摸肌肤的力道很轻，又痒痒的。我下意识缩了缩，那只手的主人似乎愣了下，许久没有再动，费力地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漆黑。我唯一能感知到的就是我的床边有个人，眼睛还没有适应，导致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看身形是个男人，周围的气息也很陌生，肯定不是沈纵。我手腕上好像有绳子，我瞬间惊醒，我被绑架了。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居然可以潜入沈纵家里把我打晕然后带出来？沈纵有没有发现我不见了？有没有来找我啊？醒了，我立刻停下胡思乱想，这道声音太陌生了。你是谁啊？为什么要绑架我啊？不是绑架，只是请你过来确认一件事。我不信。周围阴森森的，我感觉自己下一秒就要被撕票了。什么事？有话好说，我一定配合。这么乖啊？对方笑了一声，我看不清对方的脸，但能感觉到对方的气息在逐渐逼近。耳边被人吹了一口气，紧接着一道混着笑意的声音落下：江于之。我瞪大眼睛，你认识我？黑暗中，我本来就没有安全感，现在对面这个绑架犯居然还认识我，我心里更没底了。对方答非所问，你不认识我？我眼珠转了转，怎么可能？你叫什么啊？我虽然记性不好，但是万一我有印象呢？女孩声音软软糯糯的，很容易让人卸下防备。耳边传来男人愉悦的轻笑，对方捏了捏我的脸颊，就这么直白地问，怎么不动动脑子呢？我气急败坏地抬起脚想要踹他，别乱动。男人轻而易举地抓住我的小腿，再动就走光了。他捏着我的裙摆似提醒似威胁地说，我浑身一僵，慌乱问道，你抓我到底要问什么啊？问完能放我回去吗？不然待会我朋友找不到我该报警了。你的朋友指的是沈纵，你知道还敢抓我？沈家在京市政界的地位应该没人不清楚，这人疯了吧？既然认识沈纵，怎么还敢在沈纵的眼皮子底下绑架我啊？你就不怕沈纵待会找过来？他现在自顾不暇，已经没心思管你的死活了。对方善心大发，告诉我真相，绑架你的不是我，是沈纵的未婚妻，是我救了你。我语气狐疑，真的？我才不信对方的鬼话。既然你是好人，能不能把我送回去啊？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他笑得胸腔一震，谁告诉你我是好人了？我哽住，我动了动手腕，试图挣脱身后的绳子，别挣了，越挣越紧，待会儿手腕要磨破了。男人轻车熟路地将手绕到我背后，3两下解开了我腕上的绳子，手指离开前，微凉的指腹轻轻揉了揉我肌肤上勒出的红痕。不过没有太久，挣开束缚的第一时间，我就手脚并用爬起来，躲得远远的。黑暗中，我抹撒着四周，试图找到一个趁手的武器，结果什么都看不清，一脚踩空，直接从床上掉了下去。咚的一声，伴随着一声短促的尖叫，好疼！不远处传来男人促狭嘲弄的笑声。我倒在地毯上，揉着酸疼的手腕，越想越委屈。我到底是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的？明明几个小时前我还准备和哥哥和好，然后和哥哥一起去度假的。呜呜，江景致为什么还不来接我回家啊？我这些年一直被江景致保护得很好，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欺负过。寂静的房间内，少女的抽泣声格外明显，大概是心软了。男人无奈地喟叹一声，上前打开一侧的台灯，弯腰把人从地上抱起来。他一只手托住我的小屁股，把人往身上颠了颠，动作温柔，但嘴上却不客气。江景致怎么把你养得这么娇气？乍一听到哥哥的名字，我愣住，一时间我也忘了哭，扭过头直愣愣地看着抱着自己的身影。男人毫不遮掩地对上我的目光，将自己的五官完全暴露在我面前，甚至嚣张地挑了挑眉。认识我？我表情傻傻的，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我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姓陆啊？男人脸上的笑容僵住，随即收起玩味，眯起眼睛打量着我，似乎是没猜到我真的认识自己。你见过我？我下意识想要摇头，最后还是昧着良心点了点头。我当然没有见过对方，我对这张脸完全没有印象，只是对方长相实在太过优越，这样的长相应该不是什么路人甲才对。我仔细回忆了一下，然后在知晓的反派名单里随便蒙了一个可能之前会通过江景致认识我的人，没想到真让我蒙对了。不过我只记得对方姓陆，是哥哥的死对头，两人从大学时期就不对付。至于他全名叫什么，我想起不来了。和之前见过的另一位反派不同，周晋南出身港城贵族，因为极其看重名誉，所以对方大部分时候不会对谁表露恶意，但这个姓陆的天生就是个坏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坏。你抓我该不会是想威胁我哥吧？我像是一只小刺猬竖起了全身的刺，仿佛只要这个姓陆的点个头，我就能和对方同归于尽。男人好笑地看着我，觉得我又笨又呆，一门心思全写在脸上。江景致现在还需要威胁吗？你什么意思？我警惕起来。男人把我丢回床上，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他2年前被仇家暗杀，你不知道吗？你撒谎。
反派的话不能信，我为什么要骗你？姓陆的歪了下头，表情无辜。你知道沈纵的未婚妻是谁吗？我摇了摇头。景家的大小姐。他弯下腰，将我颊边的一缕发丝挽到耳后，亲昵地问：港城景家怎么样？耳熟吗？见我愣住，他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景家的继承人出事后，景家为了维持地位，迫不得已从旁支里挑了一位女孩来和沈家联姻。男人双手撑在我身侧，一双漂亮的狐狸眼微微眯起，滚烫的目光在我脸上徘徊，期待我的反应。他的声音像是恶魔的低吟：你猜这位景家的继承人会是谁呢？女孩瞳孔骤缩，原本就湿漉漉的眼睛这会儿又迅速地红了起来，像是一只迷路的小白兔，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担忧。下一秒，我长睫轻轻一颤，一颗泪珠顺着我的眼尾滚落，然后精准无误地砸在她的手背上。你胡说！女孩眼泪滴落的那一瞬间，不属于她的温度迅速顺着颤抖的指尖蔓延至全身。男人手在抖，说不清是激动还是什么情绪更多。这一刻，他像是被拉回到了10几年前，娇气。算了，其实他叹了口气，话刚到嘴边，突然被门口的异响打断。陆安。紧闭的房门砰的一声被人从外撞开，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我打了个嗝。我呆坐在床上，不知所措，看向被黑衣人围得水泄不通的门口。房门被撞开，颤颤巍巍地撞上了一旁的墙壁，发出刺耳诡异的声响。愣神之际，躲在外面的黑衣保镖已经退到了远处，取而代之暴露在我视线范围内的是几个小时不见的周晋南。原来不是沈纵啊！我意外的同时又有些失望。实话说，我有点看不懂现在这个局面了。短短几个小时，我经历了太多，有些事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化完。一个反派我已经玩不明白了，现在怎么又来一个？一上来就是地狱难度，我 CPU 都快炸了。我现在唯一清楚的就是眼前这两个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相比之下，陆安见到周晋南出现在这里，倒是没有很惊讶。周晋南的手段他是知道的，装的人模狗样。实际上从晚上碰面后，就派人开始监视我了吧？男人慢悠悠的直起身，气定神闲的同进来的人打招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周老板啊！闻言，看戏的我眉心一跳，完了，这两个坏东西居然认识。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回港城的飞机上了吗？周晋南没有给他一个眼神，目光自上而下仔细将我打量了个遍，确定我没事后，胸腔剧烈起伏了一下，然后慢慢归于平静。许久不见，你做事倒是越来越没有分寸了，冤枉啊！陆安举起手，吊儿郎当的姿态里夹杂着一丝无奈。我是来救人的，只可惜在场的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周晋南不想和他在这里争论这件事，因为真要争论起来，恐怕有些血腥暴力，难免要吓到我。他脱下外套披在我肩头，宽大的西装裹挟一丝暖意罩住我娇小的身躯。他语气如傍晚初见时一样温柔，是不是吓到了？我轻轻点头，顿了顿，又猛地摇头。周晋南拢紧我身上的外套，朝我伸出手，我先送你回去。我迟疑着伸出手，我想的很简单，先出去再说。看到这一幕，陆安抱着胳膊靠在一旁的矮柜上，他嗤笑一声：你认识他吗？就敢跟他走，也不怕他转头就把你卖了？这话自然是说给我听的。我手一抖，我有些为难看着周晋南，我能不能报警啊？话音未落，后者先一步收回手，微微直起身。见状，我立刻警惕起来。周晋南似是有些懊悔，抱歉，是我考虑不周。紧接着，他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我通讯录里最新保存了沈纵的号码，你可以打给他。当然，报警更安全一些。男人镜片下的黑眸含着淡淡的笑意，没什么攻击性，但就是这双温和的眼睛，总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洞悉一切，看穿我的想法。我跃跃欲试，真的可以吗？当然。周晋南直接把手机放到我手里，放心，这里没有人会伤害你。生怕他反悔，我马不停蹄地打给沈纵。忙音响起，机械女声提示电话无法接通，我死死握住手机，心凉了一半。我谨慎地瞄了一眼对面的周晋南，余光又在陆安身上徘徊。乍一看，三人的站位像是一个稳固牢靠的三角形，似乎真的像是周晋南说的那样，没人会伤害我。但我总觉得怪怪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知道这两人是反派的原因，周晋南倒是显得正常一点，就是这个陆安看我的眼神好像要吃了我一样，他的眼神直勾勾的，黏腻又潮湿，像是沼泽，对视的瞬间就能将我吞没干净，让我很不自在。注意到我的小动作，陆安像是猜到了什么，冲我歪了下头，眼神揶揄，说出来的话一如既往的刺耳。他现在估计忙着安慰他的未婚妻呢，毕竟那位才是江景之的亲妹妹。我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当着他们的面直接拨了110。警察来得很快，坐上警车，我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警察询问我的个人信息，身份证没在身上，身份证号应该可以背下来吧？我和女警对视着，哽住了。女警见我年纪不大，遇到绑架这么严重的事应该是吓坏了，声音软下来：家里人电话知道吗？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起家人，我眼泪刷的就掉下来了。江景之已经出事了，我来晚了。凌晨的派出所办公大厅，我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因为个人信息的问题，最后还是周晋南出面和警察沟通的。从里面出来，周晋南远远的就看到我小小的一只缩在椅子上发呆，身上还披着他的西装外套，看起来可怜极了。我眼眶还红着，据说在警车上哭了一路。陆安刚刚挨了他一拳，一点都不冤。凌晨的办公大厅并不安静，周围有不少醉汉在闹。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在意旁边的声音。有个醉汉正在和警察拉扯，身子一歪朝着我这边倒过来，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轻响，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来，一只手虚虚环在女孩的肩上，隔开闹事的醉汉。这里太吵了，回去休息吧。我抬眸盯着他看了2秒，然后低下头。我没有地方可以去，还是待在这里吧。我只能寄希望于沈纵忙完能大发慈悲地抽出一点时间来找我，我也不想麻烦对方。但是现在我的处境十分尴尬，就像是回到了爸妈刚去世的那一年，亲戚看我年幼，执意要接我过去生活，但因为江景志不是江家人，
所以那会儿我们也被迫分开过一段时间。后来爸妈留下的家产被亲戚挖空，随着被榨干最后一丝利益，我就像是一只皮球，被亲戚们踢来踢去，最后还是江景志找到我。芝芝不怕，哥哥一直都在，我们回家以后芝芝在哪，哥哥就在哪，芝芝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我今天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虽然我也不想这样，只是我也是离开江景志才发现自己就是个没人要的小废物。这么多年，江景志把我照顾得太好了，旁边闹事的醉汉已经被带走，周晋南拢紧我身上的外套，顺势在我面前蹲下来，与我保持平视。他把我的手机还给我，这是刚刚陆安交给警方的，他们调过监控，他确实不是绑架你的人。那他也很坏，我小声反驳。周晋南不置可否，用手帕擦掉我眼角的泪珠。他这人向来如此，讲话没有分寸，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哥哥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吗？我把头歪到一侧，语气闷闷的。陆安说我哥哥出事了。你哥哥？周晋南一副不知情的模样，是江景志吗？刚刚听到陆安提起过。女孩轻轻嗯了一声，语气隐隐又有了哭腔。江景志的事我在港城也有所耳闻，我家和景家是世交，不过上个月去景家拜访的时候，他们说江景志最近恢复的还不错，有醒过来的希望。醒过来？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语速极快的问，他没有死吗？我哥到底怎么了？对上我的眼睛，周晋南叹了口气，陆安怎么连这件事也乱讲？江景志只是年前在海外出差时遭遇了一场车祸，虽然一直昏迷到现在，但确实没有陆安说的那么糟糕，他还活着。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惊又喜。只是原著中好像没有提到过江景志出车祸的是吧？原著中说江景志在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被反派联手针对，最后意外摔断了一条腿，然后自暴自弃选择了自杀。只是昏迷嘛，他的腿有没有事？没听说他腿上有伤。我眼前一亮。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的进度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快。我哥的腿没有受伤，是不是就证明这些反派还没有联手欺负我哥啊？怪不得这个周晋南现在看起来还不像个反派。原来如此，我只用了1秒就说服了自己。所以你不是沈纵的妹妹，其实是江景志的妹妹。周晋南失笑，原来你要找江景志啊！如果一早告诉我，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在回港城的飞机上了。港城这2个字就像是我的开关。你现在要回港城吗？你方不方便带我去见江景志？沈纵现在自顾不暇，我也等不了他了。当然可以，我很高兴你愿意相信我。上了飞机，我没多久就睡着了，不到半天时间，我就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现在大脑宕机，已经转不动了。周晋南没有刻意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小姑娘从10年前过来，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所以过了很久，她才发现我已经睡着了。我睡眠质量很好，飞机落地被抱下去都没有醒，大概是真的累了。就是这一路，我睡得不是很安稳。半山庄园，周晋南放轻脚步，将人放到卧室床上。向来有洁癖的男人，这会儿坐在床边，正在帮女孩脱鞋袜。管家在一旁帮忙调亮夜灯，却被眼神制止。管家不敢大声，默默退了出去。长廊上灯光摇晃，今晚的港城下了一场小雨，半山的风有些喧嚣。管家走到尽头处，关掉了一扇窗，好奇询问不远处的秘书 Allen 先生，不是到京市参加景家小姐的订婚宴吗？带回来的这位是江景志的妹妹。江景志，管家一怔，你是说景家那位居然还有个妹妹？没有血缘关系。Allen 摇了摇头，所以先生这是。管家记得周晋南和江景志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好到可以替对方照顾妹妹的程度吧？在江景志出事前，2人还差点因为一个项目当众撕破脸，最后还是陆家少爷出马才平息了这场战争。大概是在做好人好事吧。Allen 表情讪讪，2人对视一眼，听到这话都有点想笑。好人好事，周晋南嘛，那是该挂了眼科了。我这一觉睡得并不是很安稳，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江景志狼狈地跪在地上，一把长刀刺穿了他的胸口，刀尖在月色下闪动着寒芒，周遭不知道是谁的声音，冰冷到没有一丝起伏。江景志，你早就该死了，你只是早一步认识了他，借着这个身份诱哄他留在你身边，你对他的感情又有多清白？他本来就不属于你。我猛地惊醒，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算现在反派是好人，但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还是会为了女主逼死江景志，这是改变不了的结局。除非这些反派可以放下女主，怎么可以让他们放下呢？我坐在床上思考了很久，最后打开某个社交平台发了个帖子，哥哥的竞争对手太多了，怎么办？佣人来敲门的时候，我已经洗漱好了，佣人帮我拿了一套新的衣服，我换好跟着佣人下来。周先生不在吗？1楼餐厅空荡荡的，没有看到周晋南的身影。先生一早就出去了，不过先生叮嘱过，小姐想去哪里都可以。说着，佣人递上一张身份证，还有一张黑卡。庄园的司机24小时待命，小姐觉得无聊也可以出去逛逛。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没忘记要去见哥哥的事，具体不清楚。先生只是说会晚些回来，我不想坐以待毙。那我能去他公司找他吗？我当然不是去找周晋南的，我是去找女主的。按照现在的时间线推算，女主应该还在周晋南的公司工作。如果我没有记错，女主是周晋南的助理，原助理。周晋南对女主日久生情，在得知女主有喜欢的人之后，前一秒还笑眯眯地说着没关系，结果转头就把人关进小黑屋了。据说周晋南的变态程度可以在反派中也算是数1数2的了。他专门为女主准备了一屋子的道具，把女主折磨得死去活来。周氏楼下，我刚到楼下就碰到了周晋南的秘书，好像叫 Allen 江小姐。Allen 从接到庄园管家电话开始就下来等候了。周先生在忙吗？是不是打扰你们工作了？没有打扰，不过周生现在在开会。Allen 看了下时间，估计要中午才能结束了。江小姐找周生是有急事吗？也没什么急事，我打量着4周，没关系，你不用管我，我等等就好了。Allen 颔首表示明白，这里是周生的办公室，江小姐可以先在这里坐一会儿，如果待会儿想出去走走，随时可以叫我。好的好的，你忙你的。厚重的门板在我的注视下合上，微微松了口气，我开始参观起来周晋南的办公室，比记忆中江景志的办公室要大2-3倍，巨大的落地窗用了一整块玻璃镶嵌，对面就是著名的维港。
这还是我第一次来港城，我没忍住，站在落地窗前拍了10几张照片，才想起来自己是来干嘛的。刚刚进来的时候，我有注意到周晋南办公室对面有许多工位，似乎就是他的助理团队。江小姐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我抵住门，悄悄推开一条缝隙，还没看清外面就被抓包了。不是，Allen 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色职业装，彼时也正在打量着我，四目相对，看着对方精致的眉眼，我眉心一跳，下意识问：你是？我是周生的助理，我姓苏。我猛地站直身子，一个名字脱口而出：苏玲。苏玲眼底划过一抹讶异，江小姐认识我？哦吼，居然真的是女主，听说过你，哈哈。我干巴巴地笑了笑。苏玲没有多问，保持得体。Allen 刚刚下去了，江小姐要是有事可以找我，也是一样的。我可以要一杯果汁吗？当然可以。苏玲示意我进去，江小姐稍等，我去准备。我和你一起。我推门追上去。苏玲觉得这个小姑娘看我的眼神很奇怪，但碍于是老板的客人，她也不好说什么。刚刚 Allen 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说办公室里那位江小姐有什么需要都要尽力满足。他们还八卦对方是什么人。Allen 嘴巴很严，没多言，只是警告了他们一句，那是周生的贵客，不要怠慢了。其实一开始他们还在想是不是周生的女人，可现在凑近了一看，苏玲才发现对方年纪有多小。怎么说呢？不像是周生的女朋友，倒更像是侄女。但是周生似乎没什么亲戚姓江吧，港城姓江的贵族几乎没有。也不是没有，苏玲莫名想到了那个男人江景志。苏姐姐，水溢出来了。耳边响起女孩软糯的嗓音，轻声细语地提醒着她。苏玲惊醒，连忙关掉开关，抱歉，没关系。我靠在水吧边上，单手托着下巴，笑盈地望着她。苏姐姐这么漂亮，有没有男朋友啊？苏玲朝我投去一眼，在我看过去时，小姑娘眼底的笑意加深，看起来没什么恶意，更像是小孩子的好奇，很容易让人心软。她迟疑着摇头，如果真的没有，怎么会这么犹豫呢？我脸上的笑容僵住，脸色刷得一白。你有男朋友了？苏玲尴尬的没有说话。看到他这副表情，我天都塌了。我控制不住的开始头脑风暴，这么支支吾吾的，该不会对方是江景志？我脑袋有些晕，难不成女主已经和我哥在一起了？苏玲一脸惊恐的看着我，你认识江总？对啊，那是我哥。这回轮到苏玲震惊了，她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对家总裁的妹妹会出现在他们老板的办公室里。我以为他们真的在一起了，于是说我就是听我哥说起过你，他说你很漂亮，工作能力又强。苏玲被夸得有些懵，那谢谢江总了。我笑嘻嘻的凑过去，嫂子，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这一声嫂子像是一颗炸弹，直接在苏玲头上炸开，把她雷得外焦里嫩。江小姐，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和江总不熟啊。我愣住，俩人还没在一起吗？那女主现在合在一起了，如果不是我哥，那还能是谁？苏玲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和江景志是那种关系，见我好像误会很深的样子，她连忙解释，我是有男朋友，但真的不是江总，我男朋友也在周氏。我脑袋嗡嗡的，我怎么不记得原著里有这一段？还是我漏掉了什么？苏玲专心处理着水果，给我做鲜榨果汁，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变化，我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女主，可是其他信息完全对得上，哪有这样巧合的事？我的目光悄无声息落到女主脸上，然后慢慢下滑，路过对方手腕的时候稍作停留。这块表看起来好眼熟啊，苏姐姐，你这块表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是吗？对，好像，我很清楚的记得自己最近真的见过这块表。猛地，我一拍脑门，周晋南是不是有一块？对，这块表有男女两款。苏玲头都没抬一下，很自然的回答。她这话一出，我心口一沉，靠在水吧的身子一歪，差点摔下去。所以苏玲现在的男朋友是周晋南？不是。女主怎么跳过我哥，直接和反派在一起了？这对吗？一旁的苏玲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专心致志地处理着水果，然后放进榨汁机。突然，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苏姐姐，你和我说实话，是不是周晋南逼你的啊？苏玲感觉自己有点听不懂中文了，一定是他逼你的，对不对？我就知道这个老东西不是什么好人，可恶！他居然……我义愤填膺。对面的苏玲表情突变，一脸惊悚地看向我身后。周生看到周晋南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完了。果然，兜兜转转还是难逃一死。茶水间，尴尬无声蔓延。Allen 站在周晋南身后，冲苏玲打了个手势，询问到底怎么回事。苏玲也是一脸懵逼，想帮忙解释，但又不知道周晋南听到了多少。而始作俑者背对着门口方向，将头埋得低低的，像极了小学生罚站。周生，我和江小姐刚刚在聊最近新出道的明星。苏玲解释的有些吃力，话说了一半就没了底气。她跟在周晋南身边也有段时间了，深知这样蹩脚的借口对方不会相信，解释了还不如不解释，没准还能判个死缓。Allen 观察了一下周晋南的脸色，然后轻咳一声，示意苏玲赶紧撤。苏玲回头看了一眼柔弱无助的我，后者一脸生无可恋的绞着手指。他顶着这张可爱的脸，很容易激发人的保护欲。只可惜 Allen 没给苏玲这个机会，直接把人拽了出去。茶水间的推拉门被从外面关上。Allen 拉着苏玲狂奔，迅速逃离现场，直到逃到楼下的楼梯间 ，Allen 才喘了口气，问他到底怎么回事。苏玲也动了恻隐之心，她迅速理清刚才和我的谈话内容，说应该是有些误会。江小姐似乎觉得我和周生是恋爱关系，哈 ，Allen 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你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苏玲发誓绝对没有。茶水间内若真可闻，我很少遇到这么尴尬的场景，真的很想一口撞死。说反派坏话被抓包，我还有活路吗？我大脑飞速运转，思来想去，干脆最后放弃挣扎。我是真没招了。身后的人迟迟没动，但落在我背上的目光像是烙铁一般滚烫，烧得我浑身不自在。就在这时，榨汁机结束了工作，发出滴的一声提示。终于，身后的人动了。皮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轻响，仿佛踩在了我的神经上。这声音在我听来不亚于定时炸弹的倒计时。熟悉的气息逼近，我下意识缩了缩身子。周晋南不会打我吧？原著里虽然没说他有暴力倾向，但是对待仇人的时候也从不手软。需要吸管吗？啊！
我蹭的抬起头，眼睛瞪得圆圆的，像是没听懂周晋南的话。小姑娘今天穿了一条刚过膝盖的白裙子，扎了2个低马尾的小辫子，俏皮又可爱。周晋南的目光在我微张的唇上停顿了几秒，然后不紧不慢地抬高手里的果汁，又重复了一遍刚刚的问题。啊，可以。男人颔首，转身在吧台上找了许久才找到吸管的位置，可见他很少来这里。周晋南把冒着冷气的果汁递过去，不要贪凉，对身体不好。我都做好了被凌迟的准备了，结果没想到他根本没有提。见状，我肩膀泄了力气，赶紧伸出手，谢谢周先生。我食指指尖碰到微凉的杯壁，水杯在男人手中纹丝不动。我奇怪地投去一眼，目光警惕。周晋南失笑，松了力道，抱歉，但总感觉他这声抱歉没有几分诚意。这一次我轻松将果汁拿了过来，只是不等我抽手，男人礼貌拖住杯底的手突然抬起，握住果汁的水杯，连同我的手一起包裹。我手一抖，差点脱手把果汁甩到他脸上。怎么了？不用紧张，只是想和你聊聊，聊天就聊天，抓我的手干什么？我和苏助理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我眨眨眼，我觉得反派有些虚伪，忍不住拆穿。你们戴了情侣款的手表，把我当3岁小孩吗？闻言，周晋南垂眸看了看自己的腕表，似乎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了。咔嗒一声，腕表解开，周晋南看都没看，直接扔进了旁边的冷水壶里，然后望着我的眼睛。凑巧，自从确定自己穿到了10年后，我一度怀疑自己的智商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我无法理解的局面出现？周晋南神情自然，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刚刚的行为有多不正常。除此之外，我想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什么误会？没有了吧？我艰难吞咽。江小姐之前认识我？我摇头。男人望着我，镜片下的黑眸垂下，眼神既无辜又无奈，好似在问我，既然不认识，为什么会对他有那么深的误解？不是好人这个评价倒也准确，他还可以接受，只是老东西又是什么形容？明明昨天刚见面时，我对他还很信任，甚至赶上他的车，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周晋南不禁将昨天发生的事从头回忆了一遍，最后锁定在车上那段自我介绍上。貌似从我知道他是周晋南开始就变得坐立不安，看他的眼神充满了警惕。也就是说，我没有见过他，但是知道他的存在，两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有江景志。难怪对他印象这么差，原来和江景志有关。他突然沉默下来，我有些害怕，果汁拿在手里也不敢喝，杯子上凝结的水珠打湿了我的手指，我紧张地搓了搓手指，对不起。没关系。男人温热的手掌落在我的头顶，轻轻揉了揉，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是在懊恼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得体的事，所以才让你对我有这么深的误解。周氏禁止办公室恋情，作为话事人，我需要以身作则。我眨下眼睛，听出了他的潜台词，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和苏玲在一起，以后也不会。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可以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周晋南微微俯下身，温柔的语气和目光都在诱惑着我。我乖乖点头。男人修长的指腹轻轻擦过我的脸颊，炽热的目光落在我的唇上。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问题？你是在意苏玲，还是在意我？望着男人深邃的眼眸，我没出息地咽了下口水。我眨眨眼睛，语气十分笃定，那肯定是在意你的。这个问题我几乎没有犹豫，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回答。担心反派和女主恋爱影响到我哥，这又怎么不算一种在意呢？我超在意的好吧。周晋南没想到我这么爽快，坚定的目光看不出一丝演戏的成分，这让周晋南感到意外。你和苏玲认识？我哎了一声，伸出一根手指在他面前晃了晃，哼哼一笑。这是第2个问题了，你刚刚说了只问一个问题哦。小姑娘自以为占据上风，这会儿得意都写在了脸上。周晋南笑得无奈，他没有生气，甚至觉得我很可爱，他似乎乐在其中。那好，他微微直起身，和我拉开一丝距离。他信守承诺，回答我刚刚的提问。苏助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眼前一亮，那你喜欢什么类型？这也是第2个问题。我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预想中的为难并没有来临。周晋南没有继续拷问，他要去见客，大概1小时后结束，让助理带我先去吃点东西。本来以为来的是苏玲，结果是另一位小姐姐。比起苏玲，这个小姐姐话不多，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说。小姐姐时不时点头回复几个字，并不热情，甚至有些敷衍，就像是把我当成什么棘手的麻烦。我叹气，觉得没意思。吃完就坐在椅子上玩手机。10年后的手机比10年前的好玩多了。我照例抽空给沈纵的扣发了条消息，那边依旧没有回复。我也不着急，退出来开始刷微博。早上睡醒，我发的帖子已经有人回复了，标题：哥哥的竞争对手太多了怎么办？一上午没有看，回复居然高达上千条，我瞬间来了斗志，坐直身体认真看了起来。可惜大部分都是来吃瓜的，没几个支招的。翻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一个有用的回复，对方 ID AAA 建材王哥，看起来就很权威。女生暗恋者很多吗？如果很多的话，你哥现在又昏迷不醒，那正是趁虚而入的好机会啊。你哥没戏了，但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如果你是男的，我建议你也去追你嫂子。我缓缓打出个问号，这是人想出来的办法吗？如果我是女生呢？评论发出去没多久，那边秒回，那我建议你去追那些暗恋者，曲线救国。我愣住，曲线救国，对方还在给我支招，你哥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为了保住你嫂子，这是最好的办法，你先把他们拿下，通通调教成你的狗，等你哥醒了，你再甩了他们呗。既替你哥守住了老婆，又替你哥报复了情敌，双赢啊！你哥知道一定开心极了。别说，还真有点道理，我真的听进去了。手机又震了震，这次是一条私信，是刚刚那个给我回帖的好心人，对方表示要好人做到底，可以和我加个好友，日后方便帮我支招。我二话不说是欣然同意，加上微信。我想了想，问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其中一个情敌表示不喜欢我嫂子了，我还要攻略他吗？我长这么大还没谈过恋爱呢，反派这么多，我感觉自己有点应付不过来，所以能少一个是一个。王哥很快回复，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骗你？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就算现在不喜欢了，日后也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有道理，目标有了，但是怎么实施又是一个新的问题。王哥真的很贴心，顺手给我分享了10几条公众号文章，女追男隔层纱，这些技巧你要学会，让男人欲罢不能的10个小妙招，海王速成。一整个下午我都在刻苦学习，幸好我人虽然穿到了10年后，但脑子还是10年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新脑子。周晋南从外面回来，就看到我坐在沙发上埋头苦学，时不时的还做一下笔记。在做什么？听到声音，我肩膀一颤，连忙合上笔记本。太无聊了，做点奥数打发时间。周晋南没有怀疑，他看了看时间，是有些晚了，我带你出去走走。我本来想拒绝，我并不想和周晋南单独相处，但是又想起我的海王计划，话锋一转，好呀，我踩着小高跟走得不快。周晋南注意到这一幕，自觉放慢脚步。周先生，你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带我去见我哥啊？后天可以吗？周晋南询问。正好是周末，可以。我还不知道江景致有个这么可爱的妹妹。我挠头，简单解释了一下两人不是亲兄妹这件事。原来如此，他俨然一副刚知情的模样，表情语气让人挑不出差错。你和我哥很熟悉吗？这几年工作上往来很多。这样啊，我好奇。那他回景家之后过得怎么样？因为我们有段时间没有联系过了，所以我不太清楚他的近况。他是景家唯一的继承人。周晋南点到为止，没有说得太直白。他不是陆安那个疯子，并不想刺激我，但我听懂了。景家唯一的继承人的含金量不用多说，我放心了。我的心思很快飘到了周晋南身上，男人的手垂在身侧，骨节分明的手指像是无声的勾引。我把下午那些知识点在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公众号上说，牵手可以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牵手怎么牵啊？要说些什么吗？我绞紧手指就直接牵吗？会不会太快了？确定反派不会反手给我一耳光吗？周晋南余光落在我身上，观察着我的反应。小姑娘低着头，长长的睫毛微微垂下，遮住了眼底的情绪，看起来还是有些难过呢。没有联系也许也是一件好事，不用多想。闻言，我抬头疑惑地看着他，反派这是在安慰我。想了想，我没心没肺地笑了声，道：你说的对，其实也没关系，只要他一切都好，就算不联系也无所谓了。我语气轻快，没注意到身旁的男人蓦地冷下的神色。隔了好一会儿，周晋南才意味不明地笑了声，那笑好似在说江景致果然该死。两人在维港附近散步，我的心思根本没在周围的景色上。我纠结了一路要怎么自然且坦然地和周晋南牵手还不会被打。两人并肩走在一起，手好几次差点碰到一起，我又怂了。一直到回去，我都没有成功和周晋南发生肢体接触。车上，我望着窗外默默叹了口气。我长这么大，亲密接触过的男性除了江景致，好像就只有沈纵了。记得之前两人坐同桌的时候，我每次不小心碰到沈纵的手，沈纵都会很嫌弃地与我拉开距离，好似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港城中环正值晚高峰，道路拥堵，车子走走停停。我打了个哈欠，没一会儿就靠在车窗上睡着了。周晋南余光一直落在我身上，所以第一时间发觉我睡着后，他的目光直勾勾地落在我脸上，光明正大的偷窥。少女呼吸均匀，小小一只缩在角落，一只手托着脸睡得正香，像是一只正在午睡乖巧的布偶猫。明明散步10几次想要与他亲近，上车后却下意识地和他拉开距离，两人中间像是隔着一道银河，能塞下2个人。想到刚刚在维港附近，我几次朝他伸出手，白皙的手指悄悄伸出一只想要勾住他的手，然后在他看过去时又猛地收回手，看天看地装作无事发生。维港的风景他看过不下次千万次，如今也根本无心看风景，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身旁娇小的身影上。只是没想到我的心思也不在风景上，不过胆子怎么会这么小呢？几次他于心不忍，主动把手伸过去，放出鱼饵给我机会。我犹犹豫豫，每次手指快要碰到的时候又迅速收回，然后一脸懊恼的叹气。我自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却不料每个小动作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眸光垂下，良久，周晋南伸出手轻轻握住我垂在身侧的手。我睡眠质量很好，并没有发觉这一点，周晋南10年前就知道了。望着我恬静的睡颜，男人镜片下的黑眸翻涌，黑沉的目光像是要透过我的五官看另一个人。跨国会议电话来的匆忙，京大教学楼 Allen 随手推开一间教室的门，周生这边没有人。那通电话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教室门口传来动静，紧接着他看到 Allen 和另一个男生进来。男生他有些印象，京大的学生，因为前不久他们还在学校的活动上碰过面，校方领导介绍过，说这位同学是一众青年中的佼佼者，刚上大学不久就和室友拿下了几个大项目，对方眼光独到，前途不可估量，好像是叫江景致，他比江景致就大了1-2岁。因为早年读书时成绩优异，一直跳级，导致他很早就接手了周氏，所以这个时候确实在考虑要不要将眼前这个青年挖到自己周氏来。只不过校方领导帮忙搭过线，据说对方并不想离开京市，他自动以为是条件开得不够诱人，对方只是在故意拿巧。不过看在是个人才的份上，他也不打算和对方消耗太久，所以打算抽空当面和对方聊一聊。没想到对方自己找上门了，难不成是后悔了？对方也认出了他，微微颔首，开口时嗓音轻缓。他饶有兴趣地看着对方，等待着他开出自己的条件。江景致很会察言观色，先是为自己拒绝周氏的事亲自和他道歉，礼貌但并不谄媚，语气不卑不亢。周总，我确实不打算离开京市。为什么？因为江景致目光一转，缓缓看向教室的角落，他亦有所感，抬眸顺着对方的视线看过去，只见最后一排的角落位置，女孩趴在桌上睡得正香。他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他居然都没发现这里还有其他人在。他下意识地想，刚刚的会议内容被对方听去多少，会不会威胁到项目进度？女朋友？江景致笑着摇头，是妹妹，她年纪还小，我不在她身边恐怕不太好，所以抱歉周总。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什么麻烦事。他完全可以跟你到港城生活，学校和生活方面，周氏可以给到他最好的资源。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件小事，
江景致却很执拗，他胆子小，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而且他也不想离开这里，我也不想和他分开。没想到你们兄妹感情这么好，他很粘着你，是我一定要待在他身边。江景致说，还有周总可以放心，我妹妹睡眠质量很好，所以应该是没有听到什么的。那我先带她回去了。他抬了抬下巴，没再回应，只是目光一路追随着江景致。他看到江景致轻手轻脚走到教室尾端，脱下外套罩在女孩身上，女孩当真睡得很沉，被摆弄了好一会儿才有清醒的迹象。哥哥，要回家了吗？对，芝芝先醒醒盹儿，想想晚上要吃什么。女孩半梦半醒地爬上江景致的背，嗓音软软糯糯地撒着娇，说着自己要吃什么。江景致笑着应应下，目光和语气都写满了温柔。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他也有兄长，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兄友弟恭和谐的一幕。猜忌背叛才是常态，他们都想置对方于死地，哪里还有什么亲情？女孩在江景致的背上蹭了蹭，然后转头面向他的方向，大概是睡得太久，他脸颊上还有压出的红晕，眼神朦胧又茫然地落在他身上，大概是没想到这里还会有别人，他觉得很有意思，勾唇冲他笑了笑。良久，女孩视线终于恢复清明，像是吓到了一般瞪大眼睛，表情憨态可掬。小姑娘看起来脸皮很薄，也许是觉得被人看到了和哥哥撒娇的模样，连露出的一截雪白的脖梗都红了起来。她起了逗弄的心思，第一次丢掉绅士礼节，就这样望着他，她很快就垂下了眼，拒绝对视。对方因为害羞不敢再看他，他也突然失了兴致，本想先走一步，却见女孩眼睫颤颤巍巍的抖动，几秒后直视着他的眼睛，冲他轻轻点头，又乖又呆的开口：“你好，爸，打扰了。”他怔住，叔弟，内心微动，怎么会这么乖？那次初见，对于当时的周晋南来讲，只能算是人生中不经意的一笔，与看到一只猫咪，捕捉到一抹晚霞没什么区别，都是对他没什么影响的东西，不会在他的人生轨迹里留下任何痕迹。就算惊艳，一眼过去，也就到此为止了。在周家长大的他，从来不会为了这些庸俗的东西停留，可偏偏凡事总有例外出现，而我就是那个他意想不到的例外。对于江景致被拒绝后，他一开始也没有打算在对方身上浪费时间，但奈何对方确实过于出色，很快圈内不少公司陆续抛出橄榄枝，这对周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高层商议过后，还是决定要把江景致挖到周氏。助理整理了许多关于江景致的资料，事无巨细，比如他其实是我远房叔叔的继子，两人根本不存在血缘关系，只是因为江景致的身份尴尬，而我的父母好心把人接过来照顾，不存在血缘关系。他看向汇报的助理，后者点头。我父母去世后，我被接到亲戚那边居住过一段时间，也是这段时间，江景致开始拼命赚钱，然后没过多久就把我接了回来。外人都说江景致很在意这个妹妹，妹妹是他的命脉。听到这一句时，他觉得有点意思。你笑什么？当时助理问他，他摇摇头，一副了然的模样。看来他本人对待感情和他工作时一样，野心很大，当真只是妹妹吗？他并不觉得江景致会这样认为，不过那个时候他也无心管对方到底存了什么心思，他还没有清闲到这个地步，只是告诉助理，商场里最忌讳暴露弱点，这样很容易让敌人抓到把柄。既然江景致已经主动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了，他们哪有不配合的道理？那就从他的弱点下手吧。于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办公桌上都会出现一些新鲜出炉的照片和汇报，但不是关于江景致的，派出去的私家侦探像是在日记里写流水账一样，大大小小的事，重要的不重要的，全都记录了下来。起初他觉得对方废话连篇，他每天都很忙，偶尔抽空看一眼，也是一目十行敷衍了事，但有些事情潜移默化间就会形成习惯。渐渐的，他开始不满足于现状，甚至会在夜深人静工作疲惫的时候，打开抽屉翻看那本日记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我很可爱，是那种即便不通过照片，只看通俗的流水账内容也能感知到的可爱。侦探说，我放学的时候总是会拖延一段时间再走，因为这样路过小吃街买章鱼小丸子的时候就不需要排长队了。侦探还说，我每个周末的白天都要搭公交车去江景致的学校，江景致去上课，我就找个地方做作业，但是基本上写一会儿就睡着了。就比如他们初见的那一天，真的会有人能通过纸上的文字对另一人逐渐提起兴趣吗？也许吧。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自己情绪的主人，所以第一时间他就发现了自己这个不该存在的兴趣带给他的情绪波动。为什么会有波动？大概是因为跃然纸上的不只是我的可爱，还有我对江景致的爱。是的，当他发现江景致的爱似乎并不是单箭头的时候，有一种不该有的情绪曾短暂的席卷他的神经。意识到这里的时候，他就知道不该这样下去了。斩断还是试探性的进一步，对他来说不算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当初他将兄长置于死地的时候也没有犹豫过，不该有的情绪或许一早就不该出现。他当机立断，决定和这份不该有的情绪划清界限。只是意外总是来得比计划更快一步，不等他实施，先一步到来的是我的死讯。我不是说过以后不用把这些东西给我了吗？那天的港城，夜晚的天空黑沉沉的，乌云遮住了皎洁的月亮，仿佛下一秒一场暴雨就会倒灌下来。他刚刚结束一场高层会议，疲惫地靠坐在座椅里，眼镜被他丢到了桌上。他揉了揉眉心，示意准备汇报的助理先出去。助理迟疑了一下，走了。不过很快，门口再次传来动静，进来的 Alan， 对方站在办公桌对面，表情很奇怪。怎么 ？Alan 望着他，轻声道：“金氏侦探那边刚刚传过来的消息。”他抬手示意对方不用说了。Alan 跟在他身边最久，自然没有像助理那般胆怯，直白地告诉他，那位小姐10分钟前走了。Alan 说那次是他第一次在他的脸上看到那么明显怔愣的表情。那个时候他反应了一下，问 Alan 他去了哪里？他刚结束高考，江景致应该是准备带他出去旅行放松的，也不知道他志愿打算填哪里，但是他估计应该不会离开京市了，因为他也不想离开江景致，所以说他们兄妹俩还真是。他不想想太多，可是他又明白，如果真的只是旅行， Alan 不会在他明确表示后依旧顶着这副表情站在他面前，好似冥冥之中上帝自有安排，替他做了一个大决定。只是这个决定伴随着港城那晚的骤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以至于后来每当骨骼上的旧伤开始阵痛，他就知道是那场雨留给他的后遗症，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一路延续到10年后的今天。我昏昏沉沉的睡着，我做了一个噩梦，惊醒时，我下意识伸手想要擦掉额前的冷汗，可身侧的手好像被什么束缚住了。我缓缓睁开眼睛，低头寻过去，最后目光落在交握的手上。我第一反应是自己没睡醒，对方手掌宽大，手背上青筋纹路清晰，轻而易举地包裹住我的手。只是我顺着那只手目光一路上移，直到最后看到周晋南那张熟悉的脸，我第一反应是以为自己睡着的时候梦游，把之前不敢做的事全做了。周晋南的眉眼低垂，单手支着头，似乎也睡着了。对于两人牵手这件事，他好像没有表现出抗拒，看起来应该没什么事吧。毕竟要是他很抗拒的话，就应该在第一时间甩开，把我丢下车。想到这里，我悄悄松了口气，趁对方不注意，我试着把自己的手抽出来，全程我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惊醒了旁边这座沉睡的野兽。揉了揉发酸的手腕，我确定他没有因为我的动作而醒过来，如释重负的吐出一口气。我没注意到旁边的身影在我低头揉手腕时，镜片下的眼睫微抬，余光精准无误地落在我的脸上，徘徊了数秒，眼底逐渐浮现出一抹笑意。未来2天，我都没有再见到周晋南，他最近一直早出晚归，两人甚至都没有碰面。本来我想去公司找他的，但是王哥让我先按兵不动。起因是王哥听我对周晋南的描述后，沉默了好半晌，然后炮轰似的发来一连串消息，一上来就是地狱难度啊！这种人面兽心、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最难搞了，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伪君子，你要小心了，别反被完了。这种人就算把你卖了，你都察觉不到，甚至还会傻乎乎的倒贴他200。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的。迟疑着，我问，那就不攻略他了？王哥，攻略？为什么不攻略？拿下这种人才有成就感啊！我要什么成就感啊？王哥看起来比我激动多了。你想想，把这种伪善的混蛋踩在脚下的感觉，把周晋南踩在脚下吗？我吗？我觉得这位王哥对我好像寄予了厚望，不许退缩。你不行，不是还有我呢吗？小鱼，我与你同在。小鱼是我之前账号的 ID， 不过确实要从长计议。你等着，为师为你制定一份全新的计划，保你药到病除。为师找你钱，你切记不要轻举妄动。好，不过这2天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没做，我找了机会把身上唯一件值钱的东西卖了，是哥哥之前送我的手链。一开始我也没抱什么希望，10年前的款式应该已经过时了，只是我现在确实很需要钱。周晋南给我的卡我不敢动，结果没想到那条手链卖了240万。哥哥送我的时候只说是出差随便买下来的，但是店员告诉我这是10年前出现在伦敦拍卖会上的一条粉钻手链。我有点后悔，但是我现在确实很需要钱，手链以后还是可以再买回来的。我没有银行卡，可以给我现金吗？240万的现金吗？店员惊呆了，好像确实有点多。那就一半现金一半支票吧。我没急着回去，而是用这笔钱找了个私家侦探，我想拜托你帮我调查一下过去10年有关港城景家的事。侦探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小姐，我是做正经生意的，还不至于要钱不要命啊。我二话没说，把50万现金放到他桌上。侦探眼前一亮，但是如果钱给的足够多，我还是可以不要命的。您等我消息。我笑了，果然哥哥说的没错，钱能解决很多问题。周氏顶层会议室 ，Allen 收起手机，低头在周晋南耳边汇报情况。江小姐见完侦探，在中环逛了2个小时街，买了一只冰淇淋和一个鸡蛋仔，现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后者神情没什么波动，注意力似乎依旧放在正在汇报项目的高管身上。Allen 刚准备坐下，手机又是一阵，不过这次消息不是来自保镖，而是管家。看清上面的内容 ，Allen 皱了皱眉，继续汇报。庄园那边的消息，小周少爷来了。闻言，周晋南眉心微动，目不斜视地开口，让人把他送回去。Allen 应声，立刻回复管家。我坐在后座，注意到车子从庄园正门绕过，我怔住，问司机：“这里不能停车吗？”司机表示：“正厅那边似乎有客人在，小姐可以从侧门上楼休息。”我哦了一声，侧门已经有佣人在等候了。车子停稳，佣人上前帮我打开车门。小姐，我帮您提。啊，不用，我自己来。我抱紧自己的包，笑死，这可是我现在的全部身家了。我今天开始每晚睡觉估计都要睁一只眼睛站岗了。横厅内，佣人冲管家点头示意，即便是一个很短暂的目光交流，也被沙发上的少年精准捕捉。少年关掉游戏界面，靠坐在沙发上，微微坐直身子。小叔回来了。管家微笑，还没有，先生还在公司。少年眯起眼睛，那你们刚刚眉来眼去的是什么意思？我是让人叮嘱厨房今晚多做几道您爱吃的菜。用，这次居然留我吃饭。少年看了看窗外，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管家尴尬笑笑，他倒是想赶人走，但是这位小少爷和个狗皮膏药似的，怎么劝都不听。对方毕竟是周晋南的亲侄子，总不好叫人直接把他丢出去吧。这小少爷可是出了名的难缠，要是他真的这么做了，估计今天这庄园的房顶都能被这位小少爷掀了。放心，我不留在这儿吃饭，我还怕你们给我下毒呢。我等到他说完正事我就走。管家临时接了个电话，再回头，沙发上哪里还有少年的身影。与此同时，楼上，我从卧室出来，去同层的水吧接了杯水，准备回去。一侧的电梯在这时突然打开，我还没看清来人，一抹身影直愣愣地撞到我身上。啪嗒一声，水杯掉在地毯上，发出闷响。少年眼疾手快，迅速勾住我的腰，我被撞得眼前一花，刚站稳就听到对面响起一道惊讶中夹杂着一丝愤怒的声音。我靠，周晋南这个老不死的，竟然藏了个这么小的女朋友！不是，意识到他误会了，我摆摆手，试图解释，但少年已经先入为主，上下打量了我一遍。你是自愿的？你成年了吗？眼前的女孩模样稚嫩，看起来年纪比他还小。按照他对周晋南的了解，对方也不是做不出老牛吃嫩草的这种恶心事，只是如果是未成年那就过分了吧？不行，我要报警抓他！我瞪大眼睛，连忙道：我成年了，而且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少年不信，
一手举着手机，一手伸到我面前。我不信，除非你拿身份证给我看，不然我现在就报警。我哽住了，我要是有身份证的话，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啊。其实见我支支吾吾的，少年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直接打开手机报警。等一下，我踮起脚试图抢走他的手机。你这人怎么就不能听人把话讲完呢？少年个子很高，一抬手就把手机举到了我够不到的地方。少年得意的挑眉，我气急了，狠狠踩了他一脚。少年吃痛，下意识弯下腰，我顺势抢走他的手机。喂，见人要跑！少年眼神一凛，伸手去抓，没想到对方走位灵活，身子一歪，他手指就扑了个空。不过落下时不小心勾到了我腰上的蝴蝶结，腰上的束缚突然消失不见。我吸了口气，仓皇转身。你做什么？裙子的绑带已经散开，不太自然地垂在身侧。女孩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流氓。少年表情难得语塞，表情也不太自然地摸了摸鼻子。我不是故意的。对方一脸防备又恼怒地看着他。少年有些懊恼地上前一步，你听我说。后者立刻后悔，一副你再过来我就报警的模样。短短2分钟，两人的身份调换。少年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不是坏人，我姓周，我叫周家里，和周晋南一样是周家人。他试图用自我介绍让对方卸下防备，这回轮到我上下打量他了。眼前的少年一身休闲装，看着似乎也就18、19岁的样子。别说，现在凑近了看，五官确实和周晋南有点像。难不成你是他儿子？我随口一问，却不想少年直接炸毛了。你才是他儿子呢！周家里气笑了。你怎么骂人呢？我眨眨眼，对不起，手机给我。周家里脸色不太好看。那你告诉我你是他什么人？少年叉着腰，嘲弄一笑。他是我名义上的叔叔，不过你问这么多有什么用？你也不会成为我名义上的小婶婶，因为我一定会报警。怎么又绕回报警这件事上了？你不用解释。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周家里直接打断，也不用编理由来骗我。周晋南这个人很有领地意识，平时我来找他在楼下都不能坐满1小时，更别提上来了。周家里知道这一层是周晋南的私人区域，周晋南很不喜欢别人踏足他的地盘。他本来以为管家说周晋南在公司是骗他的，所以想着偷偷来楼上书房找人，没想到没找到周晋南，却误打误撞他金屋藏娇。所以你出现在这里就足以说明一切。你年纪还小，回头是岸啊，同学。你放心，如果周晋南威胁你，我会保护你的，你只需要如实告诉警方他对你做了什么。我狐疑，这台词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啊，对了，我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前2天我也是这么劝女主的，可惜了，我真的和周晋南不是那种关系，起码现在还不是。趁我不注意，周家里直接夺回了自己的手机。见状，我下意识要喊人上来，不等我出声，管家已经迅速带人寻了上来。江小姐，您没事吧？我摇摇头，想到什么？我指着周家里告状，这个人要非礼我。周家里瞪大眼睛，你说什么？我指了指自己的腰带，用眼神谴责他，那眼神仿佛在说，看到没，这就是证据。不是你。周家里解释的话还没说出口，管家一个眼神过去，保镖上前直接捂住他的嘴，把人拖进了电梯。等人一走，我松了口气，然后解释他误会了我和周先生的关系，一直嚷嚷着要报警。好的，江小姐，这件事交给我，让你受惊了，实在不好意思。那位是周生的小侄子，性格有些冲动，您不要往心里去。楼下周家里还在闹，你们什么意思？放开我！少年被绑住了手脚，狼狈地蜷缩在沙发上。管家也很无奈，周生还有2个小时还能回来，如果您不想被扔出去的话，还是安分一点吧。到底是谁不安分？楼上那个不是他养的小情人，他一把年纪了还在这儿哄骗无知少女，我不叫媒体上门都是给他面子了，真不是你想的那样。周家里眯起眼睛，那你发誓说他没有老牛吃嫩草？管家噎住，78，他也拿不准周晋南和我的关系，但是不管现在他们是什么关系，周晋南应该确实是有吃嫩草的想法的。见状，周家里冷笑，我就知道。管家清了清嗓子，对此避而不谈。抱歉，小少爷，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你的手机。他要保证周家里没有真的拨出什么报警电话，或是乱发一些什么东西。不是他想太多，主要他们叔侄的关系确实比较尴尬。当年周晋南和周家里的父亲不和，已经是港城公开的秘密了。周家里想要抓到周晋南把柄的心，可不比外面那些对家小。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权。周家里挣扎，可惜没有用。管家从通讯录翻到各种社交软件以及相册，最后是 WhatsApp， 确实没什么，应该还没来得及发。突然，管家手指顿住，瞥见一个有些陌生的绿色软件，是内地常用的聊天 App， 随手点进去。管家目光在账号名称上停留了数秒，眼底闪过一抹讶异，大概是没想到为什么一个18岁的少年会取一个叫做 Triple A 建材王哥的奇怪名字。我被佣人叫下来吃饭，路过横厅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刚才的少年。管家在我面前放下一碗参汤，江小姐慢用。低头看了看那碗汤，我皱了皱眉。自从住进来，餐厅每天都会变着花样的给我做一碗补汤，我都快喝吐了。刚刚那个人呢？我悄悄把碗推开，小少爷已经回去了。我又问，周晋南还没有回来，周生亲自送小少爷回去了，所以要留在老宅那边用晚餐。我松了口气，确定管家离开后，我趁着佣人不注意，直接把汤倒进了桌上的花瓶里。我昨晚就开始流鼻血了，和管家说不需要补了。管家犹豫了一下，说叫厨房给我换另一种，就是不可松口。哎，我身体看起来很需要大补吗？我觉得自己很健康啊。金氏、沈家，老管家快步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高大身影。看到男人身上的伤，老管家心疼的叹气，这么多年了，您怎么还没学会服软呢？大不了先松口，让老爷子把这夜先过去，之后有机会再慢慢谈退婚的事也不急啊。再说只是订婚了，又不是结婚，就算结婚了也能离婚。你们本来就是商业联姻，也不用有什么感情负担，现在何必这么固执？两人没走几步，袁特助就赶到了。
走到另一边扶住沈纵，我送他回去吧，太晚了，您歇着吧。行，老管家示意，我叫家庭医生过去。对方走后，沈纵才慢慢睁开眼睛，嗓音沙哑的像是在沙砾上重重碾过一遍。找到了吗？袁特助心里默默叹气，怎么会这么执着？删掉的监控已经恢复了，按照车牌号找到了绑架江小姐的那几个人，只是对方说在半路上就被人截胡了，他们也不认识对方是谁，查他们几个用了点时间，也是因为接走江小姐的人对他们赶尽杀绝，他们四处逃窜，分得很散。不过袁特助一顿，您被关禁闭的这几日，有个扣号码的确一直在给您发消息。沈纵灰暗的眸子缓缓抬起，袁特助无奈，手机没电了，在您房间充电，先回去吧。江小姐还能每天联系您，就说明她现在是安全的。虽然他还是觉得对方不可能真的是江鱼之，但是现在为了安抚眼前这头倔驴，也只能顺着他这样讲了。沈纵甩开袁特助的手，自己强撑着身体往回走。男人步伐凌乱，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了云上，虚浮又狼狈。袁特助拿他没办法，只能跟上。家庭医生正在给沈纵清理渗血的伤口，医生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沈纵的表情，生怕弄疼了对方。后者像是没有痛觉一般，自始至终没有吭一声，直到他开始上药。男人突然皱了下眉，医生连忙停下来，冷汗直冒。袁特助抬手，你弄你的，不是你的问题。安抚完医生，他看向脸色奇怪的沈纵，问江小姐有说什么？她去港城找江景志了。与此同时，港城庄园，家庭医生把药放下，江小姐这是止痛药，生理期痛后期，我建议您服用中药调理。听到中药2个字，我哀嚎了一声，感觉肚子更痛了。床上，我抱着枕头打个滚，缓了好一会儿，我才重新拿起手机，界面还停留在刚才的谈话上。沈纵，你在哪儿？我来港城找我哥了，我卖了手链，现在有钱，就不麻烦你了。沈纵没有再回复，想了想，我打字问你呢，怎么样了？我本来是想找沈纵借点钱的，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缺钱了，而且周晋南明天就要带我去见哥哥了，所以也不需要麻烦沈纵了，就是不知道他那堆烂摊子有没有收拾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开口。我随便客气了一下，我死人一个又能帮上什么忙？真有件事麻烦你。他倒是一点都不客气，我掀起眼帘，嘴角抽搐着打字，我死人一个能帮你什么忙啊？诈尸然后吓退你的未婚妻。沈纵，我明天到港城见面聊。我直接拒绝，不行，我明天有事，我可以等你。我放下手机开始思考，什么事不仅要见面聊，还值得沈纵等我？该不会是要和我借钱吧？难不成他因为拒绝联姻被沈家赶出来了？我忍着小腹坠痛，翻身起来开始盘算自己的余额。手链卖了240万，我给了侦探50，还剩下190万。然后回来的路上，我买了鸡蛋仔和冰淇淋，团了券，花了32块8，我还要留50万应急。也就是说，我现在还剩下，我身上钱不多，只能借你1399967块2了。另一边，沈纵盯着我发来的消息，陷入沉思。袁特助看他一直不动，刚想询问发生了什么，就听到男人极其突兀的笑了一声。江小姐说什么了？她对我倒是一直这么大方。沈纵又想起来，当年我发现他身上有伤的时候，支持他离家出走。我的支持不仅仅是口头上，那我存的钱都在这里了，这是我哥给我的银行卡，我的压岁钱都在里面，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不过这个存钱罐里的我数了数，有23816块7，有零有整，我毫无留恋的全都塞到他手里。沈纵，好吧，等你日后发达了，记得回来孝敬我。你就不怕我不回来？不回来也没事啊，你按时打钱给我就行。不方便的话，给我充 Q 币也可以。那会儿我好像坚信他未来一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我没等到沈纵的回复就睡着了。我生理期肚子痛，睡得并不安稳，出了好多虚汗，感觉到有人在帮我擦汗。我迷迷糊糊的叫了一声哥哥，芝芝好难受，我今天不想上课。身前的人停下动作，不知过了多久，一只手隔着被子轻轻抚上我的小腹。好，芝芝继续睡吧。次日清晨，我起来的时候肚子已经没有那么难受了。我早早洗漱完，在楼下等候。周晋南下来的时候，远远就看到我在客厅里打瞌睡。听到他的脚步声，我连忙正襟危坐，同他问好。周先生，早上好。我并没有睡好，但还是强撑着坐在这里。怎么起来这么早？周晋南问我身体怎么样，还难受吗？我违心的摇了摇头，已经没事了。周先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呀？周晋南这才想起来自己答应了我今天要去景家看望江景志。他笑，答非所问，吃过早餐吗？我摇头，先吃点东西吧，时间还早，不急。早餐我吃的心不在焉，周晋南时不时给我投喂一些吃的，我悉数接受，就算是不喜欢吃的也没有抗拒，全放进嘴里。周晋南似乎投喂上瘾了，喂了我很多东西。我想的没错，周晋南确实乐在其中。我吃东西时很安静，吃完后还会抬起头，眨着一双大眼睛，眼巴巴地看着他，那目光像是在索要奖励，又好似在告诉他我有乖乖听话，以至于他情不自禁投喂了一次又一次。他想起周家里小的时候，求着家里长辈带他出门玩，也是这副期待并且求夸奖的表情。重新对上女孩黑亮的眸子，他失笑，还真是个小朋友。见我实在吃不下了，男人才拿过餐巾擦掉指尖虾肉留下的汁水。全程我的目光紧紧跟随着他的一举一动，直到他抬眸望过来，笑着说道：吃好了我们就出发。好，像是第一次参加春游的小学生，我自坐上车就开始紧张起来。眼看着车子驶入一座庄园，我迅速调整了一下坐姿，放在膝上的手紧握成拳，放轻松。周晋南拍了拍我的手，递给我一只口罩，待会无论我说什么，你都要记得配合。我明白，我重重点头。我对景家人没什么好印象，先是10年前景家人上门挑衅威胁我，然后又是10年后景家大小姐莫名其妙绑架我，所以我不能在景家人面前暴露身份。车子停稳，我没有轻举妄动，得到周晋南眼神准许，我才下去。一下车，我就开始打量着四周的环境，身旁阴影落下，周晋南走到我身旁，朝我伸出手，把手给我。我反应了一下，然后试探着把手放到他的掌心。男人手指微拢，顺势牵住我的手。我抬头，尽管戴着口罩让人
然看不清表情，但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还是写满了疑惑和震惊。需要给你一个合理的身份。周晋南牵住我往前走，前面有佣人带路，两人的音量被迫压低。港城都知道周家没有女孩，所以只能委屈你一下了。我这会儿脑袋转得飞快，迅速领悟了对方的意思，那就说我是你的女朋友。不，周晋南侧目，眼底闪动着零星的笑意，是未婚妻。我在震惊中迟迟没有回过神，还是周晋南用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手心，感知到掌心传来微微的痒意。我下意识抬头，专心些，已经到了。我看向前方，瞬间认真起来。5分钟后，我在会客厅见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周晋南同景家老先生打完招呼，后者看到他旁边的身影，笑着询问：“这位是？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妻江之。”老先生神情恍惚了一瞬，很快恢复自然。周晋南环在女孩腰上的手不轻不重地捏了一下，腰是我的敏感点，被他一碰，我有些不自在，但没有表现出来。我微微颔首。你好，老先生笑着点点头。江小姐你好。转头他又问周晋南：“什么时候交往的女友啊？”我怎么不知道？朋友介绍，最近一段时间的事。聊了2句私事，两人就开始谈最近的项目。即便是在老先生面前，周晋南依旧游刃有余。反观我，浑身不自在。倒也不是因为周晋南，我小心翼翼地抬眸，看向对方和江景致有几分相像的眉眼。在我的记忆中，对方前不久才出现在我面前过，只不过当时的面相更年轻一些。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学校供电出现问题，提前放学，我没让江景致来接，自己和同学坐公交回家。别墅门口，我看到江景致雇佣的阿姨正准备出门。云姨，你要出去买菜吗？哎呀，小芝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云姨见到我不只是惊讶，我察觉到什么，问是有人在吗？云姨说来了几位客人，江总让我提前去学校等你放学，然后带你去外面吃。我想那应该是很重要的客人，我不想给哥哥添麻烦，乖乖和云姨出门吃东西。回来的时候，那些人已经走了。我问哥哥刚刚谁来过，哥哥笑着说合作伙伴。但我没想到，隔了2天的周末，我在家门口被一群人堵住。你是江于之为首的人，就是现在的景家老先生。那会云姨出门买菜了，哥哥不在家，所以他们一行人只能等在门口。前2天我来过，你当时不在。您是哥哥前2天的客人啊？我松了口气，说我哥哥还没下班，要不然你们先回，我不找他，我找你。那个时候的老先生也和现在一样，面露慈爱，看起来没什么攻击性，但我还是紧张起来，一颗心惴惴不安。我不方便带您进去，您想说什么就在这里吧。对方也表示理解，然后我就听到初次见面，我做了自我介绍，我姓景，是江景致的亲生父亲，而我此行是专程来接他回家的。望着我呆滞的表情，他又道前2日我们谈过这个问题，显然他不太能放得下你，所以如果你不介意，也可以跟随我们到港城一起生活，我可以把你收作养女，从今以后你就是景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你和他也可以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兄妹。当然这件事不强求，我也可以给你一笔钱，让你在京市继续安稳生活，不过前提是你要和他断绝来往，我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一些风言风语。你们不是亲兄妹，一直保持着不清不楚的关系，难免遭人诟病，这也是为了你们好。听江景致说你是个很善解人意的小姑娘，所以你也希望他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对吧？那天我没有告诉江景致我已经见过他的亲生父亲了。那几天我上课一直心不在焉，老师发现我状态不对，叫了家长。我哪里还有什么家长，来的不过还是江景致。我记得很清楚，江景致询问我是不是最近学习太累了，我没有说话，后续他说什么我都没有回应。老师把他单独叫到一旁谈话，两人不知道聊了什么。回去的路上，江景致出奇的沉默。未来的几天，江景致雷打不动接送我上下学，公司正值上升期，他那个阶段工作正是忙的时候，每次路上我都能看到他放在扶手箱上的手机一直有电话进来。王叔呢，让他接送我就可以了，实在不行我也可以自己坐公交，骑车也可以，哥哥你忙你的就好，不用管我。夜幕下，窗外的景色不断倒退，男人的五官忽明忽暗，我总觉得江景致最近心情不是很好，当然我也一样。狭小的车厢内，氧气有些稀薄，压抑的让人喘不上气。好不容易挨到家，江景致锁了车门，没让我下车。吱吱，我们谈谈。我背对着他的身躯僵住，然后慢慢松开扒住车门的手，调整坐姿目视前方。车灯灭了，院子里的光源只能透过挡风玻璃的一小角照进来，但不足以看清男人脸上表情。车厢内光线昏暗，江景致降下一节车窗，让新鲜的空气可以涌入。夜色中，我似乎看到他胸膛剧烈起伏了一下。良久，我叫了一声哥哥。彼时我已经做好了江景致同我坦白的准备。过去这么久了，他终于准备告知我他亲生父亲的事了吗？被我的声音唤醒，江景致默了默，侧目问：芝芝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我愣住，惊恐地抬起头，我不知道自己脸上表情变换都没有逃过江景致的眼睛。芝芝，他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你现在应该安心准备高考。我脑袋里一团浆糊，过了一会儿才理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早恋，这话说起来没什么底气，因为前不久我和沈纵早恋被抓，写了检讨也交过家长。那次我和江景致解释了是误会，但确实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和沈纵就是清白的，毕竟两人被抓的时候确实很像是在约会。不过那次江景致信了，只是结合最近我不正常的表现，他又误会了。江景致这次没有说相不相信我，而是说你年纪还小，等你长大了，眼界开阔了，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可是哥哥，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不满江景致不相信我，而是觉得在江景致的眼里，我好像一直都是一个小孩子。我之前的确很享受被江景致照顾的感觉，但是后来我才发现，长期以往是会遭到反噬的。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江景致迟迟不愿意和我透露他原生家庭的事。他一直把我当成小孩子，并没有想过和我一同分担什么。那天的最后，江景致沉默地打开车门，让我上楼休息。两人不欢而散，直到隔天，我又见到了江景致的父亲。这一次，对方和上次一样，表面上还算客气，只是言语和动作上都透着一股上位者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我觉得
江景志的父亲似乎不只是有钱这么简单，我查不到什么信息，就去问沈纵，问他知不知道港城景家。也是之后我才知道，江景志的亲生父亲竟然是港城的首富。港城景家从100年前积累下来的家业，如今这一代只有江景志一个继承人，这说明什么？我突然想到江景志公司刚起步那会儿，他应酬回来总会把自己关在卫生间，呕吐声和压抑的喘息不断撕扯着我的神经。于是他父亲那句“你不觉得自己很像是他的累赘吗”，变成了敲醒我的警钟。累赘，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不过那天江景志很快就赶到带走了我。回到家，他和我说明了情况，他说了很多，我自始至终都在状况之外，好半晌才对他说了一句：“哥哥，你回去吧。”肩上的力道忽然松了。他当时笑得有些勉强，芝芝是不是刚刚没有听清楚？哥哥的意思是，如果芝芝不想和我一起，我不想聊这件事了。我起身，我明天要考试，我先上楼睡觉了。哥哥晚安。从那天开始，谁都没有再谈及这件事，江景志的父亲也没有再出现过，直到我车祸，手上传来轻微的力道，我侧目，眼神茫然地看过去，对上我微红的眼眶。周晋南神情微正，他迅速掩盖住自己的情绪，低声问我是不是肚子不舒服。我摇了摇头，再看向周围时，发现偌大的会客厅除了角落的佣人外，就只剩下他们2人了。那位老先生呢？他有事先走了。周晋南凑近了些，你需要休息一下吗？还是现在就和我上楼去看江景志？现在可以上去。当然，周晋南解释，他告诉老先生他请来了一位老中医，可以帮江景志按摩一下身体，对他恢复有帮助。老先生自然没有拒绝。楼上老中医已经先一步进去了。我紧张的时候手心会一直出汗，周晋南拿着手帕帮我擦掉汗珠的同时，在我耳边轻声提醒，里面还有其他人在，所以只能远远的看一眼，不要太激动。望着他含笑的眼睛，我重重点头。从远处看，2人倒真像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小情侣，正在说着悄悄话。特别是周晋南的神态，完全是自然流露。顶层看到监控里的画面，管家轻笑着给老先生侦查。周生与他未婚妻的感情看起来真的好，应该是您多虑了，毕竟那位小姐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当年派出去的司机明确表示，人当场就没了。偌大的房间内扑鼻而来的是浓郁组织药香，我按耐不住自己急切的心情，几次想要冲进去。好在周晋南一直牵着我的手，无声提醒着我这里还有外人在。房间正中央的大床上，男人安静的睡着，床边围了一圈仪器，滴滴作响。只一眼，我眼眶就红了，我差点没有认出床上的人。不知道已经维持这样的状态多久了。男人丝毫不见往日的意气风发，高大的身躯像是一座崩塌的山脉，往日辉煌早已不在，只剩下废墟中一片飞舞的尘埃。那么健康的人，如今已经瘦到皮包骨头，就连胸膛的起伏都微弱到几乎看不见。我连忙移开目光，不忍再看。周晋南从内地找来的老中医正在帮江景志按摩，我眼圈红红的，悄悄将脸上的口罩又拉高了一截。一侧，周晋南眼尾的余光始终落在我的身上，观察着我的反应。他倒是真的有点担心，不过不是担心我会控制不住情绪从而暴露身份，而是担心我这小身板这会儿要是哭起来，估计能直接哭晕过去。2人站在床尾不远处，周晋南能感觉到从我身上真切流露出来的悲伤。他收回视线，看向床上好似没了声息的男人。据他了解，他们兄妹一起生活的时间也没有很长，按理说我和沈宗认识的时间更长，他们2人才能称得上一句青梅竹马。所以他不是很理解我为什么对江景志感情这么深，明明没有那层血缘关系，我却对江景志格外的信任和依赖。他想，就算江景志要把我卖掉，估计不需要用什么伎俩，直接和我讲，我都会欣然同意的。就算是一些亲兄妹，恐怕都没有他们这样深厚的感情。我的世界很小，我更像是自愿把自己缩在了一个仅能容纳自己和江景志的躯壳里。我不需要将目光放得足够长远，我只需要抬头就能看到江景志。如果说江景志的致命弱点是我，那同理，拿捏我也仅需一个江景志。约莫着过了1小时，周晋南带着我下楼。这会儿我眼睛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红了，只是整个人看起来垂头丧气的，眉宇间带着一抹病态。我几次欲言又止，他俯身在我耳边低语：“不急，上车再说。”我小幅度点了点头。周生，2人从电梯出来，碰上一个陌生面孔，准确来说，只是我一人感到陌生。对面的女人看起来比我年长几岁，打扮得像个世家小姐，珠光宝气的。周晋南没有放下我腰上的手，闻言只是微微颔首：“景小姐怎么有空过来？”景小姐，我眉心微动，难不成这位就是沈纵的未婚妻，也就是那晚绑架我的人？我回来看看哥哥，竟然保持着得体的笑，余光却有意无意地看向他身边的女孩。这位是周生的，这位是我的未婚妻。周晋南不打算和他继续浪费时间，一个旁系的小姐和他也没什么就可以去。我未婚妻身体不舒服，先走一步。井然了然地让开路，欠身送客。周生慢走。上车后，我才摘下口罩，迫不及待地问：“刚刚那个就是沈纵的未婚妻吗？”“是的。”周晋南应声，她是景家旁系的小姐。车子驶出景家庄园，前排副驾上的艾伦递来一份资料，这是刚刚的刘医生送来的报告。闻言，我瞬间从悲伤的情绪中抽离，目光死死地盯住周晋南手里的报告。周晋南接过，原本想要打开，注意到我的眼神后，动作稍顿，然后笑着递给我：“你来看吧。”我没和他客气，迫不及待地打开文件，仔细浏览着上面的内容。这是关于江景志最新的一份检查报告，上面详细记录了他最近的身体情况，有些专业名词我看起来有些晦涩难懂。周晋南帮我往后翻了几页，骨节分明的手指点了点最后一段，看这里就好，前面太多内容不是专业人士恐怕很难理解。随即他看向艾伦询问刚刚那位中医还说了什么。艾伦得到眼神暗示，说道：“刘医生说江总目前身体恢复的还不错，至于为什么一直没有醒过来，大概率是缺乏外界的刺激。”外界刺激？我抬头，是这样的，刘医生和负责照料江总的医疗团队负责人沟通过，据了解，最早的时候江总并没有求生意识，起初也是全凭一口气在吊着，只是最近身体稍微有些好转。我脸色煞白，我觉得命运好像和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我车祸后不仅人没事，还穿越到了10年后，但是在10年后的时间线里，原本应该好好活着的江景志却也出了一场车祸，差
差点丧命。我在想，这两者间是不是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就像是蝴蝶效应。不过刘医生说，江总醒过来是早晚的事，现在就是缺乏刺激。Allen 语气不紧不慢，这外界刺激也分很多种，他能通过按摩帮助江总，但单靠按摩效果应该达不到预期。他建议可以找江总的家人或者是爱人，时不时的陪他说说话，刺激一下江总的神经。他父亲不可以吗？听说江景志的母亲前几年就去世了，现在景家就剩下他们父子俩了。江总和景老先生的感情似乎并没有深到这个地步。那我期待地问，我可以吗？江小姐当然可以，就是刘医生每周要给江总按摩一次，你要怎么跟着一起混进去呢？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我想了想，转头看向周晋南，我能继续借用你未婚妻的身份吗？然后作为助手跟着刘医生一起去景家。老先生不相信外人，医疗团队都是用的自家旗下医院的医生，我自己混进去不现实。如果能借用周晋南未婚妻的身份，老先生看在周晋南的面子上，估计也不会刁难我。江小姐，景老先生那个人很精明的，您和周生又不是真的，长此以往难免要露馅，除非我追问。Allen 透过后视镜注意到后座男人眼底的变化，继续说道，你们能坐实这段关系。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把门反锁，第一件事就是掏出手机给王哥发消息。王哥听我描述完，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反正只是订婚，又不是结婚，而且就算结了婚也还能离婚呢，你怕什么？像是这种老东西，想要攻心得费不少功夫呢。正好你和他订完婚，就有继续留在他身边的借口了，也方便你对他进行攻略。日久生情，你听过没有？时间一久，你还害怕他不能爱上你。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事，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觉得有几分道理，只不过他能同意吗？当时在车上，周晋南低声斥责了 Allen， 看起来似乎并不想答应这件事。其实吧，要我说呢，他既然敢对外宣称你是他的未婚妻，那也就说明他多少对你是有点心思的。你不要把他想得太好，这种心思深沉的老东西，如果在这件事上得不到好处，可是不会这样平白无故的发善心的。你当他做慈善的，就算他对你没有这方面的心思，他把你推出去，估计也有其他目的，没准是想拿你当挡箭牌。我问什么意思？他们这种人大概都需要一个这样的女人吧，既能拿你来搪塞长辈，又能在外立住深情人设。我恍然大悟，不愧是你啊，王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趁机拿下他，再狠狠把他甩掉。记得甩他的时候给我录个视频，让我隔着屏幕也过过瘾好吗？好的，我笑了。王哥看起来好像很讨厌这种人，当然，因为我那个令人作呕的小叔也这个德行。一个下午我都没有闲着，我认真捋了捋眼前这些麻烦事。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留在港城，接近江景志，然后刺激他醒过来。次要任务是帮江景志铲除情敌。据说反派有5个人，我目前只见过其中2个，一个是周晋南，一个是陆安，还有3个人始终没有露面。不过其中一个应该勉强也能算是个熟人吧。如果我记得没错，对方姓沈，原特助叫对方沈二，应该是沈纵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个沈二我没有见过，只是听说过对方的一些事迹。因为是私生子的原因，对方像个过街老鼠，只能暗戳戳和沈纵作对。后来沈纵父亲去世，分了些财产给这些私生子，唯独对沈二格外关照，留了遗嘱，希望老爷子可以让沈二认祖归宗。据说在一众私生子里，沈纵的父亲一直很看好沈二，甚至早些年还多次利用沈二来敲打沈纵。两兄弟素未谋面，但却是命中注定的敌人，早在背地里无形的交手过上百次了。现在这个沈二有没有回到沈家我不知道，反正当年老爷子是没有松口的，要是真的回去了，恐怕沈纵这些年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晃了晃脑袋，我觉得现在还是得最先搞定周晋南，因为我目前根本接触不到其他反派。怎么感觉我不在的这10年里，剧情好像没有什么进展呢？书房门口，我深呼吸，犹豫了良久，还是敲响了房门。请进。我抿住唇，推门而入，视死如归。我怎么样都无所谓，但是江景志必须要好好活下去，这是我唯一的底线。仔细想想，我这么多年好似从来都没有为江景志做过什么，一直都是江景志在让步，在妥协。我穿到10年后，一切就是命中注定。Allen 看到我，轻声打个招呼，随即对周晋南说：“那周生，我先回公司了。”周晋南放下手里的签字笔，看向我：“我有点事想和你聊聊。”他笑着点头，语气温和：“坐下聊吧。”Allen 出去时带上了房门，我坐在椅子上，并没有因为 Allen 的离去而感到轻松。要喝点什么吗？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周晋南看起来很好说话，虽然他之前也表现出很友善的样子，但我莫名觉得他现在心情很好，好到仿佛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会答应。我摇了摇头，表示不想喝东西。周晋南还是倒了杯温水给我，没关系，我们也算是朋友了，想聊什么尽管开口，我还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倾听者。就是之前 Allen 说的那件事，我想问问你，方不方便？男人眉心微动，你指的是？他明知故问。我需要一个可靠的身份，可以长期进出景家，但是除了你之外，我在港城没有认识的人了。他这才恍然大悟，你指的是和我订婚，是假订婚？我连忙解释，因为 Allen 说你也在被家里催婚，我们可以假订婚，各取所需，也算是合作双赢，我做你的挡箭牌。听完我的话，周晋南若有所思，见状，我继续道，或者你有其他要求也可以提，我们可以商量的。等我哥醒了，我们就可以解除关系，我绝对不会纠缠你的。到时候，我甚至还可以支付你一笔费用作为补偿。闻言，周晋南失笑，还真是个小孩子，怎么能这么天真呢？连最基础的谈判规则都不懂，早就亮出了底牌，可是很危险的。他摘下眼镜放到桌上，在抬眸时，漆黑的眼眸像是深邃的古井，幽深宁静的攫住我的视线。补偿就不用了，就像是江小姐说的那样，我们合作双赢。我确实到了年纪，也需要一个未婚妻帮我挡住一些麻烦。不过虽然是假的，但名义上总归是真的。我还是希望江小姐在一些场合下可以好好配合我出演，必要情况下可能需要一些肢体接触。当然，如果江小姐不愿意的话，我可以。我想都没想，立刻答应。周晋南眼底闪过一抹惊讶，旋即他笑着伸出手，那就委屈江小姐了，合作愉快。